各位同學，上回我哋講到金人派兵南下，同南宋嘅將領展開角力，當中最精彩嘅莫過於岳飛喺郾城一戰嗰度殲滅咗靳術嘅精銳部隊。但係當岳飛正想乘勝追擊，收復汴京之際，宋高宗卻係喺呢個時候召佢回京。當時宋高宗想同金人議和，而金人議和嘅先決條件就係要南宋朝廷先殺咗岳飛。結果岳飛返京之後，佢嘅兵權就俾宋高宗收返，並且以莫須有嘅罪名將佢處決。岳飛嘅死對於金人而言無疑係一個福音，但係對於南宋嚟講就少咗個擎天之柱。咁究竟宋高宗呢種做法係咪聰明呢？請各位翻開書嘅131頁，我哋就嚟睇下岳飛死咗之後，宋金對峙嘅形勢啦。公元1141年，宋高宗紹興11年，金人答應咗同南宋講和嘅請求，雙方就訂立咗紹興和議。宋朝向金稱臣，而金國就冊立宋主為皇帝，每年要向金國輸出貢銀25萬兩，絹25萬匹。南宋要將襄樊以北嘅土地割讓俾金國，宋金兩國東以淮水，西以大散關為界。條約對於南宋而言既苛刻又屈辱，而且和約只係帶嚟咗20年嘅和平。後嚟金國嘅完顏亮弑君，佢將金熙宗殺咗，然後就自己嚟做皇帝，並且將首都遷咗去燕京，即係今日嘅北京。佢喺金國大力咁樣去推行漢化政策。完顏亮係一個野心勃勃嘅人，佢想吞併南宋，於是就親自帶兵60萬人南下，直抵長江北岸。當時嘅將軍已經死得七七八八，南宋嘅朝廷感嘆無人可用，然後就有人舉薦咗一個書生，呢個書生就叫做余允文。余允文係四川人，佢自細勤奮好學，佢當官嗰陣秦檜當權。當時秦檜大力咁樣去壓制四川嘅文人，所以當時余允文一直都未受到重用。喺完顏亮南下嗰陣，秦檜已經離世，而朝廷入面有人賞識余允文嘅才能，就決定將佢舉薦俾宋高宗。嗰陣時宋高宗就覺得，反正國家危難，橫死掂死就不妨一試啦。結果余允文冇令到朝廷失望，佢帶領住少數嘅軍隊，操控住體積大而靈活嘅海秋船，向金軍猛撞，再用強弓硬弩向金軍發動猛射，金兵跌落水浸死嘅人非常之多。呢場戰役，余允文大敗金國主力部隊，史稱採石之戰。而完顏亮本人亦都冇好下場，因為佢喺國內濫用權力，荒淫無道，早已經不得民心。金國親王完顏雍趁佢帶兵出征，就發動政變，自立為帝，視為金世宗。同時完顏亮喺採石之戰大敗之後，心急起上嚟，就強迫金兵渡過長江，激起好多將士嘅不滿，結果佢就俾部下所殺。呢個時候，南宋又乘機收復淮南部分嘅失地，淮南即係淮水以南一帶嘅地區。採石之戰亦都動搖咗南宋嘅政治生態，因為呢場戰爭令到主戰派嘅大臣士氣高漲。今次金國撕毀和約南征，更加證實咗宋高宗外交政策上面嘅愚蠢同埋失敗。宋高宗面對住朝野嘅壓力，佢就興起咗退位讓賢嘅念頭。但係呢個時候佢冇親生仔可以繼承到佢嘅皇位，因為之前宋高宗喺逃難期間受到嚴重嘅驚嚇，以致失去咗生育嘅能力。有野史記載，宋高宗曾經受到宋太祖託夢，自從宋太祖駕崩之後，宋太宗就取而代之，之後嘅皇帝都係由宋太宗一脈嘅子孫繼承，但係北宋嘅江山正正就係喺宋太宗嘅後代手中敗咗。相傳宋太祖就喺夢入面叫宋高宗將帝位傳翻俾宋太祖嘅後人，而宋高宗醒翻之後，周不時又會驚恐症發作，驚到成身騰騰震。加上古代人思想唔開化，一般都容易迷信於祖先報夢呢回事。於是宋高宗就覺得祖先顯靈，驚繼續坐住呢個皇位賴死唔走，會對佢有唔好嘅後果。於是乎就喺1162年，宋高宗將帝位禪讓俾養子趙慎，視為宋孝宗。而趙慎嘅先祖就係宋太祖嘅四子趙德芳。嚟到宋孝宗呢個時期，帝位終於回歸翻宋太祖一脈嘅後人啦。俗語就有句說話，出得嚟行就要還。當初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，宋太宗嘅嫌疑其實係相當之大。如果大家睇翻宋太宗嘅後代，有幾多個又真係有好嘅結果呢？
話唔定冥冥之中真係自有主宰，真係信不信由你啦。宋孝宗即位之後就決意抗金，佢起用翻主戰派嘅大臣，命大將張進北伐。宋孝宗真不愧為宋太祖嘅後代，發揮翻祖先嗰種充滿血性嘅武將本色。只不過北伐戰事失利，於是就只好對金另定和約，史稱乾道和議。不過由於宋孝宗強硬嘅外交政策，金人始終對宋孝宗都係略有忌憚，所以乾道和議對比起紹興和議，對南宋係比較有利嘅。首先，南宋唔再對金國稱臣，改以叔父相稱。其次係銀券嘅輸出，各減5萬兩同埋5萬匹，即係各交20萬兩或者匹。兩國嘅疆界不變。去到南宋第4代嘅皇帝宋寧宗嗰陣，外戚韓托就當權。佢為咗喺國內樹立權威，就借北伐作為一個名義，希望打勝仗之後可以得到更加多嘅聲望。但係韓托就唔係軍人出身，出兵之前又準備不足，用人不當，於是北伐慘淡收場。最終南宋要殺韓托就，將佢嘅人頭送去金國嗰度謝罪，並且簽訂第3次和約，史稱嘉定和議。嘉定和議比起乾道和議嘅條件更加苛刻。宋帝要尊金主作為伯父。第二，喺賠錢方面，每年要交30萬兩銀，券30萬匹，而且仲要為咗賠償金國出兵嘅損失，仲要俾多300萬兩銀俾金國，用嚟出人工俾啲金國嘅士兵。總括而言，南宋初期喺岳飛、韓世忠、吳介等人嘅努力之下，係最有可能收復北方嘅領土。但係可惜宋高宗貪圖久安，同前線嘅將領出現矛盾，以致功敗垂成。於是令到南宋朝廷嘅主戰派人士受到壓抑，即使後嚟如宋孝宗、寧宗等等嘅君王有心想北伐中原、收復故土，但係君臣之間嘅惰性已經積重難返，守住領土都仲得，但係已經唔能夠再恢復翻初期嗰種飲馬黃河、直搗黃龍、氣吞山河嘅氣魄。而朝廷嘅內部充滿咗頹廢嘅風氣，北伐頻頻打輸仗，令到南宋只可以向金國低頭，簽咗一個又一個不平等嘅條約。喺呢一節嘅結尾，亦都想同大家探討翻南宋朝廷腐敗嘅程度，以及介紹翻中國相權同埋氏族勢力嘅演變。南宋出咗名有4大權相，或者我哋會叫做4大奸相。咁係邊4個呢？第一個就係宋高宗時期，因為陷害岳飛而出晒名嘅秦檜。第二位就係宋寧宗時期，帶兵北伐打輸仗嘅韓托就。第三就係後嚟宋理宗時期嘅史彌遠。第4就係最後期嘅賈賜道。呢4個人間極品，身為宰相，佢係帶頭貪污誤國，做人又冇厘骨氣，令到朝廷嘅風氣非常之差。咪住先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咁宋太祖立國嗰陣唔係將宰相嘅權力分割咗嘅咩？咁點解宰相會突然之間變到咁犀利嘅？咁大家唔好忘記喺王安石執政嗰陣時，佢為咗推行變法，設立咗制置三司條例司，佢將財政嘅權力收歸宰相之手。於是宋代嘅相權就喺王安石時期稍為回升。後來宋神宗更加簡化咗行政嘅架構，索性取消埋三司，將三司都劃歸宰相嘅權下。於是宰相就完全咁樣掌控住宋朝嘅財權啦。而且宋神宗以後嘅時代，宰相一般都兼任埋樞密使，甚至去到南宋時期成為定制。於是宰相擁有咗軍政財嘅權力，只不過宋代宰相濫權未足以威脅到皇帝嘅生死廢立，因為呢班高官嘅社會地位已經同唐代之前嘅高官大有不同。點解會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呢？咁係因為以前嘅高官都係由傳統嘅世家大族所把持。如果大家仲記得魏晉南北朝嘅歷史，都應該有聽過士族呢個詞語。呢啲士族唔係一般嘅讀書人、士大夫咁簡單，佢哋唔單止讀書識字，文化根基深厚，世代為官。高官之間仲互相通婚，關係盤根錯節，通過血緣嚟到繼承知識、權力同埋財富。
同時呢個家族喺地方上面擁有好高嘅社會地位，有私人嘅武裝同埋奴僕田產。呢啲氏族又稱為門閥，可以算係中國版嘅貴族，連皇帝都奈佢哋唔何。喺中國歷史上面，傳統氏族出身嘅宰相有好多，例如三國時期嘅蜀相諸葛亮、孫吳嘅陸遜、東晉時期嘅黃道、謝安、隋朝嘅楊素、唐太宗嗰陣嘅杜如晦、牛李黨爭嘅李德裕，都係地方上面赫赫有名嘅氏族。呢啲傳統氏族靠住血統世代為官，完全唔需要睇住皇帝嘅面色做人，中意就嚟做，唔中意亦都可以拍拍籮柚走。如果皇帝做出威脅到家族利益嘅事情，仲可以隨時同皇帝反面，甚至組織武裝對抗。例如東晉時期，黃道嘅堂兄黃敦就曾經發動過叛亂，晉元帝司馬睿都唔夠膽出聲。只不過後嚟中國歷經改朝換代，戰爭將世家大族嘅資產加以摧毀，特別係唐代末年，黃巢之亂同埋朱溫散唐，都俾傳統世家大族一個致命嘅打擊。去到宋朝嗰陣，呢啲世家大族已經沒落，而慢慢取而代之嘅就係科舉出身嘅寒門子弟，特別係喺宋太宗加開咗科舉嘅取錄名額之後，促使更加多出身寒門嘅知識分子冒起。同靠血統嘅氏族唔同，氏族只需要噏佢嘅姓氏同埋家族出嚟，就可以自動當選入朝為官，類似今日大公司嘅股東咁樣，同皇帝共治天下。而宋朝皇帝透過科舉制提拔官員，就意味住宋代高官嘅權力來源全部都係來自皇帝嘅授予，皇帝就係老闆，而呢啲出身寒門嘅官員就係皇帝嘅下屬，甚至乎係勞工、打工仔。再加上皇權至上嘅背景之下，官員更加可以話係皇帝嘅私人財產，皇帝中意點樣點你做嘢，你都冇權去 say no。不過慶幸嘅係，宋太祖講明咗後世皇帝不得殺士大夫，所以宋代嘅文官仍然受到一定嘅禮遇，仍然仲可以似翻個人咁樣去做官。去到明朝同清朝就好似入咗另一個世界咁樣，官員同一個狗奴才根本冇任何分別。不過我哋會喺明朝嗰部分會再行分解噶啦。所以總括而言，宋代宰相嘅權力都係來自於皇帝。即使相權喺宋神宗時期略為回升，甚至有不斷加強嘅傾向，但係宋代宰相一般都未至於對軍權造成任何嘅威脅，始終都係要睇皇帝嘅頭去做人。加上喺相對對文官寬容嘅政治作風之下，佢哋頂多都係狐假虎威，借皇帝嘅名義去打壓異己、貪污受賄咁嘅啫。既然宋代宰相要睇皇帝嘅頭去做人，咁宋朝宰相嘅行事作風好大程度都取決於皇帝本人嘅質素。就可惜自從宋徽宗之後，就冇幾多個英明睿智、積極進取嘅皇帝。正所謂上行下效，於是就養咗好似蔡京、秦檜、賈似道呢類咁嘅小人啦。分析咗中國歷代軍權同相權嘅微妙關係，又了解到南宋一代嘅宰相冇離骨氣嘅原因之後，就無怪乎南宋失卻咗戰鬥嘅意志，唔夠膽光明正大同人哋打，就聯合另一個外族去捅人哋嘅背脊。咦？點解呢一招好似似曾相識咁樣嘅？我哋開講都有話啦，人類總是重複同樣嘅錯誤。咁究竟呢個新興嘅外族係點樣嘅民族呢？南宋又係咪會重蹈翻宋徽宗嘅覆轍呢？我哋就喺下一回再分解，請大家密切留意，唔好錯過啦。以下係宋金三條和約嘅條款，請同學整理自己嘅筆記。以下係今次嘅關鍵字詞，請同學抄低落嚟，喺課餘嘅時候記得溫書啦。
對於今次嘅內容，如果同我想有更加多交流嘅話，可以從以下嘅途徑同我聯絡。